逍遙突然延期，一場檔期風波撕開了國產劇行業的隱痛。原本被視作2025年末最有希望出圈的仙俠爆款逍遙，卻在距離預期播出時間只剩下短短1個多月時，突然官宣延期至2026年播出。主演譚松韻、侯明昊，監製兼特別出演趙麗穎，導演是曾憑《狂飆》斬獲口碑與熱度的徐紀周，製作團隊砸下3億元真金白銀，特效交給參與過《流浪地球2》的班底。平台預約量突破800萬，預告片24小時播放破1000萬，所有的成功要素都已經排好隊，觀眾和平台只等最後一聲開播。但現實卻突然來了個急剎車，理由並不複雜，男主侯明昊的撞檔，一邊是由愛奇藝主控，定位為高品質仙俠探案劇的逍遙，一邊是歡娛影視出品，在於正強勢運作下被臨時提檔至2025年12月底登陸芒果 TV 並上星湖南衛視的古裝劇《玉骨銘茶》。兩部劇同樣以侯明昊為主要宣傳賣點，同一時間段，同一受眾圈層，平台方幾乎可以預見到的是，觀眾注意力被分流，聲量被稀釋，口碑評價容易互相干擾。於是逍遙成為被犧牲的那一個。誰的逍遙突然變成了等待？對譚松韻的粉絲來說，這次延期無疑是壓抑已久的期待在被按下暫停鍵。自從2024年的《蜀錦人家》之後，他已經整整1年沒有新作品與觀眾見面。彼時，憑借多年積累的好感度和扎實演技，他在家庭劇、都市劇領域已經站穩腳跟，卻遲遲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仙俠代表作。逍遙對他而言，不只是簡單的一部新劇，更像是一次轉型與突破，角色類型的突破。從以往的鄰家女孩、職場小人物，走向架空世界中的人族公主與江湖少女，一冷一暖，一靜一動，是對他表演層次的全面考驗。類型賽道的升級。仙俠並不是他熟悉的舒適區，但卻是當下國產劇中最容易出圈、最容易獲得全民討論度的賽道之一。一旦演好了，這部戲就有可能成為他事業上的新錨點。時間節點的特殊意義，出道近20年才迎來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大體量仙俠劇，對任何一個演員而言，都是值得被鄭重對待的里程碑。更重要的是，逍遙中，他一人分飾兩角，冷冽克制的人族長公主寧安與靈動機敏的江湖少女逍遙。這不僅僅是技術型的演技挑戰，更是對演員內在氣質與塑造能力的雙重拷問。對粉絲來說，他們期待的是，觀眾會不會在這部劇裡第一次真切地意識到譚松韻不僅能演可愛真誠，也能撐起大格局、大命運感的人物。而現在，這一切都推遲到了未來。最煎熬的從來不是不行，而是還得等。撞檔風波是演員的資源紅利，還是平台的博弈棋局？從表面看，逍遙延期的直接原因是主演檔期衝突。侯明昊在2025年前後已有多部作品陸續播出，如《青雲》《一人之下》之決戰碧游村等接連上線，讓他的曝光度處於高位。玉骨銘茶突然提檔，選擇在2025年12月底上檔，並獲得芒果 TV 與湖南衛視的雙平台加持。雙劇同期上線，同一演員主擔男一號，同一古裝仙俠氛圍，勢必導致觀眾選擇困難，討論度分散。從平台和製作方的角度看，這是一個非常現實且冷靜的商業考量。演員形象內耗的風險。當同一位演員在短時間內以近似的古裝形象、類似的人設類型反覆出現，觀眾最直觀的反應往往不是驚喜多多，而是審美疲勞。更糟糕的是，如果兩部劇的質量差異明顯，口碑較弱的一方很可能拖累另一部的觀眾預期，宣傳資源難以集中投放。任何一部大劇的宣發費用都以千萬甚至上億計，
平台和制作方需要的是聚焦式爆發，而不是自家互相搶話題。侯明昊沒法同時為兩部劇在同一時間段全情奔波路演、錄製綜藝、接受採訪，團隊也無法將精力完全拆分。平台之間的競爭與默契，逍遙在愛奇藝，玉谷茗茶在芒果 TV 加湖南衛視，兩邊平台又都希望借助古裝劇加年輕演員的組合打一個漂亮的年末仗。在沒有辦法共贏的情況下，最現實的選擇往往是有一方退一步，讓出時間窗口。最後逍遙退了。從商業邏輯上看，這個決定也許合理，但從觀眾情感上看，卻極其難以接受。譚松韻粉絲為何格外憤怒？粉絲的不滿並不只是簡單的我家愛豆又要等，他們看到的是一種結構性的不公平感。同樣是主演，作品待遇卻截然不同。侯明昊一年內已有多部作品播出，古裝與現代題材齊飛，而譚松韻則在一整年裡沒有任何新劇與觀眾見面。如今好不容易有一部被寄予厚望、量身打造的仙俠大劇，卻因為男主的檔期衝突被延期，粉絲很難不問一句：為什麼總是他的作品需要退一步？雙引號，女主的努力與付出被壓後。逍遙中，譚松韻不僅是簡單的談戀愛被守護，而是真正意義上的雙重人設中樞，既是牽動全局的公主，也是帶着江湖煙火氣的少女。雙角色的戲分量、情緒密度和表演難度，可以想見絕不比男主輕。可最終左右劇集命運的，卻是男主另一部作品的檔期安排。這種話語權的不對等，不可避免地刺痛了粉絲對女性角色價值的隱性焦慮。在不少觀眾與粉絲看來，這起事件某種程度上放大了一個舊有問題。在很多國產劇的推廣與決策中，女主的努力往往被視為附加值，而男演員則被當作流量中樞。一旦遇到資源博弈與檔期衝突，優先級自然向後者傾斜。對一位已經用多年作品證明自己實力的女演員來說，這無疑是另一種形式的被邊緣化。因此，粉絲的憤怒並不只是對逍遙延期這一單一事件的情緒爆發，而是一種長期積累的不安與心酸。他明明這麼努力，為什麼總是要為別人讓路？雙引號，逍遙不只是仙俠劇，更是類型升級的一次嘗試。之所以這次延期引發如此大規模討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逍遙本身並不是一部換個古裝濾鏡就能拍的普通仙俠劇，它的創作團隊與題材設計折射出的是國產劇行業的一次野心。導演徐紀周的跨類型挑戰，從《瘋狂的石頭》永不磨滅的番號到《狂飆》，徐紀周一直以擅長現實主義、犯罪、群像敘事著稱。當這樣一位導演選擇首度執導仙俠題材，觀眾的期待就天然不同於以往的糖水仙俠。他更看重人物邏輯而非臉譜化設定，他熟悉節奏編排與懸念推進，有能力把聲鮮度節拍出類似警匪片般的緊張感。他懂得如何在宏大敘事下留出每個角色情感成長的空間。在這樣的導演風格下，仙俠不再只是飛天特效加情情愛愛，而有機會成為兼具權謀、探案、成長和群像故事的複合型劇集。仙俠加懸疑加權謀類型融合的高風險嘗試。從目前已知信息看，逍遙在設定上打破了以往凡人成仙或人妖戀這類單線劇情，而是加入了朝堂與宗門之間的勢力角逐，暗中有局，局中有人的連環懸案，不同身份之間的偽裝與試探。這是一種更接近架空古裝權謀加懸疑探案加仙俠世界觀的混合敘事方式。類型融合本身風險極大，一旦節奏掌控不好，容易四不像，但如果成功，就可能成為新一代的標誌性作品。制作上的真金白銀與高配團隊，
3億元的投資意味着什麼？大規模實景搭建，而非全綠幕應付。特效團隊擁有足夠預算打造更具質感的法陣、打鬥、場景延展，而非光圈加濾鏡加慢動作。更長週期的打磨，從前期概念設計到後期剪輯調色，都有條件精益求精。特效由曾參與《流浪地球2》的團隊操刀，更進一步抬高了觀眾期待，大家會自然地將其與國產頂級視效劃上等號。正因如此，逍遙延期才顯得尤為可惜。這不是一部隨時可以被替換的同質化作品，而是一部被寄望於刷新仙俠審美下限的作品。在資本博弈中，被推遲的是劇集，也是觀眾的耐心。當我們再回頭看這場撞檔風波，會發現一個殘酷的現實：一部劇能否如期和觀眾見面，有時與它的質量無關，而與資本的算計、資源的協商、平台的優先級排序息息相關。對平台來說，檔期是戰場，演員是籌碼，劇集是棋子；對資本來說，收益最大化優先，用戶情緒可以慢慢安撫。但對觀眾與粉絲來說，一次次被延期、被空降、被臨時調檔，消磨的是信任感。在信息爆炸與劇集扎堆的時代，觀眾的耐心正在變得越來越稀缺。他們願意提前預約，反覆刷預告，關注路透和物料，是在用自己的時間與期待為一部劇提前充值情感值。當這樣的期待屢屢被商業博弈擊散，人們難免會開始質疑：觀眾究竟是被尊重的用戶，還是隨時可以被重新安排的流量數字？對演員而言，這是一場無法拒絕卻必須承受的局。站在演員個人的維度來看，這場風波同樣沉重。對侯明昊來說，他並非這場風波中真正的決策者，但卻被推向了輿論討論的中心。多部作品扎堆上線，看似是資源優勢，卻也容易造成形象過載。當他的另一部劇擠占了逍遙的原定檔期，部分觀眾與粉絲很難不產生情緒遷怒，是不是太貪曝光了？然而真實情況是，演員對劇集播出時間往往沒有實質的決定權，所有的提前、延後、撞檔、空降，幾乎都是資本與平台層面的博弈結果。對譚松韻來說，他所面臨的困境更加微妙。他已經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證明過實力，卻始終渴望一個在大製作、強類型中的標誌性角色。他認真投入，全情付出，甚至一人分飾兩角，卻仍然要面對作品推遲的無奈現實。他只能選擇理解、配合、等待。這其實是很多成熟演員在當下行業環境裡的共同處境。他們可以決定自己是否接戲、如何表演，卻很難決定何時能被觀眾看到。從逍遙延期看國產劇行業的3重焦慮。逍遙的延期是一次檔期事件，卻也如一面鏡子，折射出國產劇行業的幾重深層焦慮。1、對爆款的執念與內卷。平台與製作方越來越依賴爆款來證明自己，而爆款的邏輯是，必須在最合適的檔期上線，必須避開強敵，必須集中所有宣發資源。於是，檔期變得前所未有的敏感與功利，一切為爆服務，卻很容易犧牲作品的按時兌現。2、對觀眾耐心的透支。不斷的臨時調整，懸而未決的開播時間，頻繁的待播年年有，播出不知道。觀眾從最初的怒其不爭，到後來的見怪不怪，再到如今的懶得再關注。當觀眾不再願意提前投入情感、時間與期待時，所謂的預熱期就失去了意義。這對任何一部真正用心制作的作品來說，都是損失。3、對演員話語權的忽視。在這場風波中，無論是譚松韻還是侯明昊，都更像是被安排的人。他們的職業人生仿佛被拆分成一個個項目，而每個項目的命運，最終還是由資本、平台、
數據模型來決定。許多演員想要的只不過是我的作品能在合理的節奏中扎扎實實地與觀眾見面，但這看似樸素的願望，在行業運轉邏輯的重壓之下，反而成了一種奢侈。結語：願等待不被辜負，願逍遙不再遙遠。逍遙的延期是一次失落，也是一次考驗。對觀眾而言，這是對耐心的考驗。你是否願意在不斷的變數中，依然留一份期待給這部曾讓你心動的作品？對譚松韻而言，這是對韌性的考驗。他用20年走到了今天，靠的從來不是運氣，而是一次次踏實的積累與認真對待每一個角色的態度。也許逍遙來得晚了一些，但只要他終究能來，等待便有了意義。對整個行業而言，這是一面鏡子，它讓我們看到，真正決定作品命運的，不應只是一串冷冰冰的數據曲線，不應只是資本的即時收益考量，更應該有對創作本身的尊重，對演員付出的尊重，對觀眾耐心的尊重。也許，當某一天逍遙終於定檔，觀眾重新坐在屏幕前，看見那個一身華服卻眼神清冷的寧安公主和笑起來像風一樣自由的逍遙姑娘，他們會忽然明白，原來所有被延後的光都不是消失了，而是暫時躲到了雲後面。而當它重新出現，希望它能照亮的不只是劇中的世界，也能照亮這個行業對好作品該被好好對待的重新信念。